养肝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，但总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伤害肝脏，比如经常熬夜、总是生气、大量饮酒等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肝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找到大腿处的肝经，在大腿内侧，也就是内裤线循行的地方。找到之后，大家可以拿家里的擀面杖，沿着大腿根部慢慢的往下敲打，一直敲打到膝盖关节处。敲打力度自己掌握，感觉舒服就行。没有擀面杖也可以用拳头进行敲打，两条腿都要敲打到，每次敲5到10分钟即可。这样敲打能够疏通肝经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对降肝火、养肝护肝有一定的作用。推荐大家敲打肝经，最好在早上7点到11点，这个时间段呢是最好的。想要养肝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黑枸杞或者菊花泡水喝，都有清肝明目、降低肝火的功效。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人，可以经常的喝一点。经常呢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呀，自己失眠了，大半夜的睡不着，第二天还要工作呢。其实呢，经常失眠睡不着，很可能是身体缺乏了2种营养，最好呢早做调理。缺乏了维生素 B6， 维生素 B6是人体所必需的，如果长时间的缺乏，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失眠多梦、情绪波动大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牛奶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， 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缺乏色氨酸。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什么。色氨酸呢是一种氨基酸，对血清素和褪黑色素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色氨酸呢，相当于一种天然的安眠药。如果体内缺乏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谷物，比如小米。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米。生活中便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，虽然便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长期便秘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而且便秘的痛苦也只有自己才知道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便秘。第一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生活中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萝卜、豆芽、猕猴桃等。在我们肠道内，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所以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增加益生菌数量，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第二种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属于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红豆、海带、木耳、玉米等。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分2种，水溶性和不溶性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软化粪便，刺激和加快肠胃蠕动。那便秘的朋友多吃这类食物，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让肠道越来越通。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普遍了，很多人伏案工作以及低头玩手机，都容易出现肩颈酸痛的情况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视力模糊等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。首先将我们左手手臂绕过头顶，左手压住右侧头部，然后慢慢的将头部向左侧压，要感觉到脖子有紧绷感，右手则放在背后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换相反方向，这样左右交替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颈部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脖子僵硬、颈椎疼痛以及颈椎不好引起的头晕头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久坐不动、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做完或许能够让颈肩更轻松。肉是餐桌上常见的美食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鱼肉是既美味又有营养，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同样是炖鱼，为啥自己炖出来的鱼腥味很大？其实很可能是你在炖鱼的时候放了2种调料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。这2种调料就是花椒和八角。大家都知道，想要炖出美味的鱼肉，调料是很关键的。很多人炖鱼的时候喜欢将调料放个遍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花椒和八角，因为花椒和八角有很强的刺激性，在做菜的时候很容易中和掉。如果炖鱼的时候放了这2种调料，不仅不能去除腥味，还可能会加重鱼腥味，所以大家在炖鱼的时候就把这2种调料拿得远远的吧。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体经常会和别人有一些碰触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有些要害部位最好不要乱碰。第一个地方，后脑勺。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呢是生命中枢。但是后脑勺也是很脆弱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乱碰。如果不小心被碰撞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二个地方，颈部两侧。在我们颈部两侧有个颈动脉窦，这里是颈动脉搏动最明显的地方，它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如果不小心压迫到这里，也可能有致命危险，所以大家也不要乱碰。第三个地方，四肢动脉。我们四肢的动脉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，如果不注意保护，也会危及生命安全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上面这3个地方自己尽量少碰，最好也不要让别人乱碰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。出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那天气太热或者是运动完都会出现。出汗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身体的温度，而且出汗还有一定的排毒作用。但是有些人非常爱出汗，那么出汗多也是身体在排毒吗？如果身上这个地方爱出汗，就可能是脾虚的信号了，大家需要多留意。这个地方就是手脚心。如果发现自己手脚心非常爱出汗，而且不运动，天气不热也会出很多汗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长期脾虚容易导致人肥胖、体弱乏力、湿气重、免疫力下降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一旦发现脾虚，需要及时调理。平时多注意运动，运动可以改善气血运行，改善脾胃功能，还可以通过食疗多吃有健脾作用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薏米、红小豆等，这样多注意调理，脾胃才能慢慢的变好。现在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了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。那寿命长短怎么判断呢？可以看看身上2个地方，若出现发白的情况，说明与长寿无缘。脚底发白，大家都知道脚底离心脏比较远，如果血液循环好的话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出现发白的情况，就可能血液循环出现异常，气血不足了，严重还会有脚底发冷的情况，对寿命长短有影响。建议大家每天睡前坚持泡脚，或者多按摩一下脚底，可以帮助补气养血。指甲发白，正常我们的指甲呢应该是有淡淡红色，而且透明度也很好的。但如果发现指甲上出现白斑，就要小心肠胃健康了，最好检查一下。想要保养肠胃，建议大家平时保证规律饮食，可以多按摩腹部。那养生先养心，所以想要长寿，生活中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，勤于运动，遇事不斤斤计较，这样对身心健康都有利。不可错过的2味药材泡茶喝，清血管、防血栓，血管不堵，人长寿。第一种，山楂。当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吃一些山楂来开胃。山楂是一种天然的食物，同时也是一味药材。把山楂干制后可以入药。山楂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可以增强血管本身的条件，具有补气活血的作用。第2种，黄芪。黄芪根是有名的中药，黄芪的作用和功效也有很多。黄芪有非常好的补气效果，经常吃黄芪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提高体内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有很大作用。大家呢可以将黄芪和山楂一起泡茶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内垃圾，让血管慢慢恢复健康。可以呢取适量的黄芪和山楂，先将它们洗干净后放在杯子中，然后加入热水，泡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喝了。经常喝黄芪山楂茶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出现，血管通畅，人才能长。现在不管女人还是男人都很注重保养，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好。但有些人会发现，不管自己怎么保养，脸上还是会长斑，而且皮肤变黑。其实这跟平时吃的东西有很大关系。那下面这3种毁容食物，希望你别贪嘴。第1种，感光蔬菜。生活中有挥发辛辣气味和特殊气味的蔬菜，大多呢属于感光蔬菜，比如香菜、韭菜、菠菜等。
那这些蔬菜中都含有铜、铁、锌等金属元素，经常吃很容易使人长出色斑，还会变黑，所以要尽量少吃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虽然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但动物内脏中也富含明氨酸和铜、铁、锌等元素，经常吃也容易使皮肤变黑，所以这类食物也不要贪嘴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虽然好吃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不仅会使人肥胖，还会加速皮肤衰老，使皮肤变得越来越差，所以大家也应该少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